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中文播客频道，我是盼盼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陆。盼盼，你今天看起来精神很不错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要分享？哎呀，好玩倒算不上，不过今天这个话题绝对非常刺激，也很有争议。哦，有多刺激？我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。陆哥，你先老实交代，你有几个兄弟群？就是那种只有男生，平时经常在里面聊天的微信群？这个嘛，大概有2、3个吧。比如大学同学群、打球的朋友群，这很正常啊。怎么了？那如果你的女朋友突然有一天偷看了你们兄弟群的聊天记录，你觉得她会有什么反应？我觉得这要看是哪个群了。不过说实话，男生群里的聊天确实不太适合让女生看到。你看，你自己都心虚了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特别火的帖子。发帖的女生说，她无意中看了男朋友的兄弟群，看完之后，她用了一个词叫三观碎了。三观碎了，也就是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完全崩溃了，说明她受到的冲击非常大。对，就是原本相信的东西瞬间就被颠覆了。她一直觉得男朋友是个特别有礼貌、很体贴、很尊重女性的人，但是在那个群里，她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男朋友，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。这其实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，很多人在伴侣面前和在自己同性朋友面前完全是两种状态。不过她到底在群里看到了什么，能让她产生这么大的心理落差？这就是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。第一，他们会在群里给认识的女生打分。打分就是评价别人的外貌和身材嘛，比如长相打8分，身材打6分这种。对，而且用词非常直接，甚至很粗俗，这让那个女生觉得非常不被尊重，因为其中甚至包括了她的朋友。哎呀，这确实有点过分了。私底下评价是一回事，用粗俗的语言在群里讨论，真的很容易伤害到别人。不仅如此，还有第二点，男生特别喜欢在群里吹牛，尤其是关于自己的恋爱经验和隐私。这个我必须承认，在男性群体里，有时候谁的恋爱经验丰富，好像谁就比较有面子，说话就比较大声。可是你们为了面子，就把女朋友的事情当作谈资，当作聊天的材料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背叛吗？帖子里的女生看到男朋友在群里炫耀他们之间的亲密细节，当时手都在发抖。听到这里，我完全理解女生的愤怒。把2个人的绝对隐私分享给第3个人，不管是为了炫耀还是什么，这本身就破坏了信任。其实让我最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男生凑在一起，话题好像总是离不开这些，还有各种大尺度的玩笑。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。很多男生之所以会在兄弟群里发一些大尺度的内容，其实是一种从众心理，大家都在开玩笑。如果我不跟着附和几句，或者不表现得很见多识广，就会显得很不合群。陆哥，你的意思是，他们其实只是在表演，内心并不一定是那么想的？对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角色扮演。在平时的生活中，大家都要做个好伴侣、好员工，压力很大。到了只有自己人的群里，就想褪去伪装，说一些平时不能说的话，哪怕那些话很粗俗。所以啊，这个群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树洞，可以随便大喊大叫，不用担心被别人评判。没错，树洞这个词用得非常好。男生其实很少像女生那样坐在一起互相倾诉烦恼，或者分享细腻的情感。男性社交很多时候是靠相互贬低或者开低级玩笑来拉近距离的，这是男性天性里的一种释放机制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也就是用比较随意甚至粗鲁的方式来证明我们是好哥们儿，对吧？是的，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伤害伴侣的借口。如果树洞里装满了对别人的不尊重，那这就不是树洞了，而是垃圾桶了。说得太好了。如果是偶尔发泄情绪，抱怨2句工作或者生活，女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如果内容涉及背叛信任，或者对女性的恶意物化，这其实反映了一个人的底层价值观，这才是真正让人三观碎了的原因。
我很赞同你的看法。男生在群里口嗨，就是嘴上说说，往往觉得这只是玩笑，只有自己人知道，不会有实际影响。但是女性在看到这些时，第一反应是，他背着我居然是这样的人，这种表里不一才是最可怕的。对，就是这种表里不一。女生会觉得，你平时对我那么温柔，原来你在哥们面前是这么形容我的。那种感觉就像是被最信任的人从背后推了一把，不仅是生气，更多的是失望和心寒。不过盼盼，如果我们要客观的来聊这个话题，我觉得我必须代表广大男性同胞反击一下了。哦，你还想反击？好啊，我倒要听听你们男生有什么委屈，你能怎么反击？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经常看到男生吐槽，说千万不要看女朋友的闺蜜群。女生觉得兄弟群可怕，男生觉得闺蜜群的杀伤力更大，简直是情感鉴定所。你承认吧？哈哈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没法反驳。女生确实都有自己的闺蜜群。那你们在闺蜜群里一般都会聊男朋友的什么事情？这个嘛，大概就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分析。比如男朋友发来一条微信，语气稍微有点冷淡，女生就会立刻截图发到闺蜜群里，问大家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还是他外面有人了？哇，这就是让男生最害怕的地方。本来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但在闺蜜团的层层分析下，最后往往会变成男生的死罪。确实，女生很在乎细节，而且喜欢寻求共鸣和支持。我们在群里吐槽男朋友，有时候尺度也是很大的。比如呢，会不会也聊一些非常隐私的话题？当然会，比如吐槽男朋友不够浪漫、不讲卫生，甚至经济情况和一些生活细节，基本上闺蜜之间都是透明的。你看，如果男生偷看了闺蜜群，发现自己被女朋友和他的朋友们从头到脚批判了一番，那种感觉也是很崩溃的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有点懂了。男生在兄弟群里是用吹牛来找面子，而女生在闺蜜群里是用吐槽来发泄情绪。其实本质上，大家都需要一个在伴侣之外的出口。恋爱再甜蜜，人也是需要属于自己的小圈子的。总结得非常精准。无论是兄弟群还是闺蜜群，它们的存在都有合理性。关键在于聊天的底线在哪里。吐槽对方的缺点是一回事儿，但如果不尊重对方的人格，甚至把对方最私密的事情当笑话讲，那就越界了。没错，越界是导致一切崩溃的根本原因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在恋爱中到底有多大的隐私权？这真的是个千古难题，每次讨论都会引发男女阵营的激烈对照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种现象，就是有些人对待隐私有双重标准。比如说，有些女生觉得我是你女朋友，你的手机我就必须能随时看，你不给我看就是心里有鬼。对，但如果男生反过来要求看女生的手机，女生可能就会觉得你这是不尊重我的个人空间，你在控制我。哈哈，确实，作为女生，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有点强词夺理，因为女性天生更需要安全感，手机就像是一个安全感测试仪。我能理解女生需要安全感，但通过强行看手机来获取安全感，其实就像是饮鸩止渴，越看越渴，而且最后往往会中毒。饮鸩止渴这个词用得太妙了，很多女生其实根本不想去发现什么坏事儿，她们只是想确认你真的像表现出来那么爱我。但问题是，一旦你打开了那扇门，你就很难空着手回来，总有一些模糊的聊天记录会让你忍不住胡思乱想。没错，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复杂的，你脱离了那个语境去看一句话，很容易产生误解。比如男生在群里发了一个搞笑的美女视频，可能只是顺手转发，但在女朋友眼里，这就是对其他异性有想法的证据。其实我觉得，当你开始想查对方手机的时候，你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裂痕，因为这意味着信任的防线已经松动了。而且女生的直觉是很可怕的，
很多时候不是为了查而查，而是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去手机里找证据而已。这点我不否认，直觉确实很准。但我们回到兄弟群这个事件上来，那个男生可能并没有在现实中出轨，他只是在群里口无遮拦，但给女生造成的伤害却和实质性的背叛一样深。是的，因为他爱的是一个尊重他、正直的人。群里的那些记录杀死了他心里的那个理想形象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网友在帖子下面评论，劝他赶紧分手，因为破镜难重圆，看到了就再也忘不掉了。是啊，手机就像是一个潘多拉魔盒，打开之前你以为里面是真相，打开之后跑出来的全是怪物和烦恼。盼盼，你有过偷看伴侣手机的冲动吗？或者说，如果你有机会看，你会看吗？说实话，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会觉得2个人谈恋爱就不应该有秘密，必须互相给对方看手机密码。但随着生活经验变多，我现在的想法完全改变了。如果现在把他的手机解锁放在我面前，我绝对不会去看。哦，这个转变很大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？因为我明白了人性的复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阴暗、脆弱或者是不体面的一面，只要他平时对我好，有责任心，那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偶尔吐槽2句，我宁愿不知道。水至清则无鱼嘛。水至清则无鱼，这句成语用得太贴切了。水太清澈了，反而养不活鱼。对别人要求绝对的透明，关系往往无法存活。其实信任不是建立在你给我看了所有秘密之上，而是建立在我不看我也相信你不会伤害我的心态上。对，如果是通过时时刻刻的监控来维持的安全感，那不叫信任，那叫管理。谈恋爱又不是当监狱长。对，不要当监狱长。而且退一步说，就算你看手机，现在很多人都有防备心了，真有什么事情早就删掉了。你能看到什么呢？所以这变成了一个死循环，查不到东西，你会觉得它隐藏得很深；查到了东西，你自己又痛苦。不管结果怎样，去偷看的那一刻，这段感情的质量其实已经下降了。那我们回到那个发帖的女生身上，她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些让她心碎的内容，她该怎么处理这种危机呢？如果装作不知道，心里这根刺永远拔不掉。如果去质问男生，男生肯定会反过来指责他偷看手机。这就是现实中最让人头疼的局面。我觉得女生还是应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。既然已经看到了，就不能再欺骗自己。她可以直接找男朋友摊牌，说出自己看手机的原因，也勇敢指出让她不舒服的地方。但男生如果抓住你偷看我手机这点不放，觉得侵犯了隐私，怎么沟通呢？如果男生这时候第一反应是推卸责任、倒打一把，而不是去安抚女生因为她的言论受到的伤害，那这个男生就不值得留恋了。偷看手机虽然不对，但他在群里对女性的侮辱和不尊重是原则性错误，这是2码事儿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你的态度很鲜明啊。确实，事情分轻重，手机隐私是个人边界问题，但不尊重伴侣、物化女性，这是人格修养问题。如果我是那个男生，被拆穿之后，首先应该做的是真诚道歉，承认自己在群体里的虚荣和口无遮拦。陆哥，那你作为男性代表，能不能给那些还在兄弟群里为了面子胡言乱语的男生们一点建议？好的，兄弟们，听我一句劝，互联网时代根本没有所谓的绝对隐私，你在网上打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被截图、被传播，就算不被女朋友看到，有一天也可能会让你陷入尴尬的局面。为了那种虚无缥缈的合群感，去伤害真正爱自己的人，是非常愚蠢的。说得好，不要做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。真诚和尊重是在任何关系里都不应该被丢掉的品质。同样的，女生在闺蜜圈里吐槽也要把握好度，别为了图一时口快，把伴侣最脆弱的地方当作笑料去分享。这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恋爱关系中不仅需要信任，更需要一种便捷感。有了便捷感，很多矛盾其实是可以避免的。
那陆哥，你觉得理想中的健康的伴侣关系，在处理手机和隐私问题上，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我觉得理想的状态是，我的手机对你是不设防的，密码你知道，你想看随时可以看，但是你出于对我的尊重，选择不去看。而我呢，因为知道你信任我，我也会在所有的社交圈里主动维护你的形象，自觉守住底线。这个状态真的太棒了，这是一种基于双向奔赴的安全感。你给我透明度，我给你私人空间，我们都在为这段关系努力，而不是像猫捉老鼠一样互相防备、互相试探。对，好的爱情一定是由2个独立的人组成的。我们是伴侣，但我们依然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各自的朋友圈。强行融合所有的社交圈，或者要求完全没有秘密，那只会让彼此都感到窒息。我完全同意。今天聊下来，其实不仅仅是吐槽那些行为糟糕的男生，也是在提醒我们所有人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在感情里都容易迷失自我。把握好自我和我们的界限，是一门需要终生学习的功课。没错，如果在一段感情里，你总是充满怀疑，总是忍不住想要翻手机找证据，那么也许该停下来想一想的，不是手机里有什么，而是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适合你。是啊，真正能让你安心的人，不需要你每天去做侦探，他的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定心丸。那么今天关于兄弟群和看手机的话题，我们就聊得差不多了。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能遇到那个让你安心的人。是的，愿大家都能拥有无需查岗的爱情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在恋爱中会看对方的手机吗？对于所谓的兄弟群和闺蜜群，你们又有什么看法？非常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经历和看法写在下方的评论区，我们很期待看到不同视角的讨论哦。是站队女生还是支持男生？评论区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播客内容很有意思，或者对你的中文听力练习有帮助，请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对了，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复习今天学到的表达，本次聊天内容的完整文字脚本，大家可以从置顶评论里获取哦。是的，边看脚本边听，对词汇和语感的提升会非常有帮助。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大家拜拜。